重生回来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刨了这座新坟，因为我知道爸妈是假死。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的高考状元。前世父母离世后，留下3岁的弟弟，我不得已辍学打工，兢兢业业15年，终于将弟弟培养成了高考状元。爸妈，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。慢着！你把耀宗送到了大学，也算是完成了你的使命。如今，你也该去死了，处理掉他，别脏了我儿子的升学宴。我不需要一个农村姐姐。为了我的前程，你就安心的去死吧。只有你死了，我和你调换身份的事情才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呢。我直到死前才知道，我竟然是被调包的守护之女。他们的女儿周娇娇顶替了我的身份，过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，而我却在他们假死后，为他们当牛做马，养大了李耀宗。凭什么你们假死去享清福，却让我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？这一世，我偏不让你们如愿。我倒要看看这棺材里面到底是什么。真是难为他们了，居然连尸体都准备好了，想的还真是周到。李招娣，你在干什么？招娣，你怎么能翻你爸妈的坟啊？招娣，李招娣，要不是赚钱给你交学费，你父母至于死得这么惨吗？你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死不安宁啊？呸！白眼狼，白把你长这么大！老李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生下你这么个不孝女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！组长。我也不想的呀，可是爸妈他们走得突然，我甚至没有见过他们最后一面。我实在是不相信，他们就这么走了。耀宗才3岁啊，没了爸妈，我们姐弟俩要怎么活呀？招娣年纪还小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也情有可原。是啊，算了。再说了，组长，你不是说我爸妈是在工地坠楼而亡的吗？可这尸体分明一看就是被烧的，难道说是为了隐瞒什么？难道说是为了隐瞒什么？可能是你听错了吧？你父母本身就是在工地上烧死的。是吗？哎，赶紧回去照顾耀宗吧！啊，别在这闹了啊！哎，既然你说他们是在工地上被烧死的，那赔偿金呢？啥赔偿金？是不是工地不肯赔？没事儿，组长，明天我就带着耀宗去工地拿横幅，只要活着的每一天，我都去工地上闹。哎，别麻烦人家了，我这就去问。亲爱的爸妈，既然你们串通组长假死，那么不出点血，可就别想轻松脱身。招娣啊，工地答应给5000，这5000呢，我先垫上。来，拿着钱，回去啊，好好照顾耀宗，别辜负你父母的一片苦心啊！我会的。这钱倒是给的挺爽快的，也是，
毕竟赶着去投奔周娇娇这个首富千金，人家手里随便漏点财，就够他们吃香喝辣一辈子了。上辈子，我带着李耀宗进城谋生，这块地早早就被村民给瓜分了。这一世，既然我已经提前知道这块地要拆迁，又怎么会错失这次机会？爸妈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宁愿假死也要把弟弟交给我来抚养，那么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说什么也要给你们准备一个惊喜。作为北省的高考状元，请问你此次有什么感想？请问你想好报考什么学校了吗？筹备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了。亲爱的爸妈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——高考状元。此刻，我最想感谢我的姐姐李招娣，从小到大，她永远支持我，包容我。哎呀，招娣是真厉害呀，还真把耀宗给供养成了大学生呀。是，当初李家夫妇说完后，这些年都是招娣辛苦的供养着弟弟啊。是呀，都说长姐如母，这姐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。我花了这么大力气，就是为了让死了15年的爸妈主动找上我。我相信一心坐收渔翁之利的他们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耀宗考上大学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能不在场呢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见鬼了！老李头夫妻俩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是，当初尸体都烧焦了，还是我亲手埋的。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呀？组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闪开，碍事儿！耀宗，我是妈妈，我的好儿子。是让妈妈好好看看。姐，这谁啊？怎么上来就当着别人骂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李招娣，你是不是一直在耀宗面前说我们坏话，把他给教坏了？他小时候跟我们那么亲，现在怎么不理我们了？你弟从出生的时候，你这个裴建辉就不喜欢他，现在还害得我们母子2个人不能相认，你好歹毒的心呀你！你们也知道，是小时候，我爸妈都去世10几年了，你们现在突然冒出来，谁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弟出息过来冒你？我看谁敢打我姐！你，好，你反了你了啊！人家老子和老娘都不认了，翅膀硬了，敢还手啊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捡了个白眼狼，把我亲儿子教唆的自己爹妈都不认了。亲爹妈，好，就算你们没死，你们真是我爸妈，那你们就这么确定他是你儿子？那当然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不懂什么叫血浓于水呀？他那么聪明，一看就是我们耀宗。是吗？那你们凭什么让他认你呢？我们生养他一场，他又凭什么？当然用。你们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吗？他生病，你们有带他去过医院吗？你们有哪怕一次给他交过学费吗？他练字、背书、考试，又是谁陪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？是我吗？
不是你们。他说父母现在来干嘛呀？人家孩子都养大了才来认。哼，摆明了就是想来捡现成的。也难怪招娣心里面有气，失踪这么多年，对孩子两个不闻不问，现在耀宗出息了，又出来认孩子，这换谁心里边舒服呢？那也不能不认父母啊，说不定老李当初有什么苦衷。也是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老李啊，你快和招娣姐弟俩解释解释吧。你俩解释一下吧。你不就仗着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把耀宗拉扯大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给！你一个做姐姐的，照顾自己的弟弟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现在居然还想朝我伸手要钱，哼！要我看，这女儿啊，就是天生的赔钱货，白眼狼，不知道心疼自己的父母。你一个赔钱货就值这么多钱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能让你照顾耀宗，那是你天大的好事儿。耀宗现在有出息了，受之父女露一点都够你吃饱了，钱也给你了，现在可以让我的耀宗认我了吧？儿子，李有德、王翠花，你们还以为我拼尽全力培养的是你们的宝贝耀宗吗？可我既然都知道你的耀宗是个白眼狼，又怎么会重蹈覆辙？其实弟弟他……其实什么？死丫头，你千方百计的阻挠我们一家三口团聚，你按着什么心？一家三口？你们怕不是搞错了？他可不是你们的耀宗，他是我的亲弟。我以为你能扯出什么歪理呢？招娣呀，那耀宗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还能有假不成？他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？你这丫头不会是魔怔了吧？你妈说的对，哎，不过你说耀宗是你亲弟，这可不对啊！我告诉你，耀宗正儿八经是我们李家的血脉，倒是你就是个野种儿。要不是我们给你有饭吃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你们自己什么样，心里没点数吗？烂梨堆里还想生出天上的月亮，做什么美梦呢？你说谁是烂泥地的？这死丫头，仗着自己养了耀宗10几年，就想鸠占鹊巢，挤掉我们，霸占耀宗。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头子，不用跟他废话，那耀宗是我们的儿子，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就算我们不养耀宗，那耀宗也会乖乖的孝敬我们，给我们养老送终。至于你这个不孝，我劝你乖乖的把钱拿着，跟耀宗一刀两断，不然我就告诉你，说你是人贩子，10几年前不顾养家恩情，拐走养父母的亲生儿子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。这些钱还是你们自己留着用的，说不定很快就能用上，比如坐牢的保释金。坐牢？谁呀？我们吗？我们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坐牢呀？你这丫头怕不是疯了吧你？是吗？15年前，我可是亲眼见过你们的死亡证明和户籍注销时间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这些年根本不是凭空的人间蒸发，而是假死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组长？死亡证明？原本还以为这对父母只是闹失踪，顶多算个弃养，没想到竟然是假死，这可是要犯法的啊！假死！这次证券来的太对了，全是不良新闻。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，甚至连尸体和死亡证明都准备了。你们说，真要查起来，警察会放过你们吗？你们不是要认亲吗？正好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把这些年干了什么事情都说清楚。我们也是有苦衷的。假死能有什么苦？该不会是你们当年欠了赌债，债主追到家门口来了？不会是你们欠了赌债，债主追到家门口了？啊，对，就是追债的追到家里了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。那不对呀，
只是躲赌债，也没必要把自己注销掉吧。我们就是不想连累你。我和你爸这些年成了黑户，颠沛流离的，不知道过了多少苦日子。我们这么做，不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安稳一点？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念念我们的好？真是太让人心疼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那你们现在怎么不怕连累我们了？难不成是看在我养大了弟弟，觉得好日子来了？够了，别说了，我们是你爸妈，犯这点错都不能被原谅吗？10几年了，我跟你爸早就悔不该当初。我们是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天天就能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。今天，哪怕耀宗他不是高考状元，他是个捡垃圾的，甚至是个瘸子，是个摊子，我和你爸都会来相认。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对呀，不然怎么冒着坐牢的风险来现身呢？就算李耀宗是个瘸子、摊子，你们也认他。那如果他是个傻子呢？他是个傻子呢？你这赔钱货，你敢咒我儿子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把耀宗带走。你要是敢拦着，我就告你拐卖儿童，大不了大家一起坐牢呗。你个死丫头，也别讲好话。够了！哎，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耀宗都看不下去了，他只不过是念你们一点姐弟之情。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让堂堂的高考状元成了头版头条的笑话，那恐怕你们最后的一点情谊都没有了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跟我姐这么说话？一口一个赔钱货死丫头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保安呢？保安，把这闹事的人给我丢出去！耀宗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就是，我们又没说错。他本来就是个没用的赔钱货，你怎么能为了他这么说你爸妈呢？耀宗，你个死丫头，跟耀宗说什么了？把耀宗洗脑洗的连亲爹爸都不认识。你个小贱人，竟敢鼓动耀宗跟我们离心！今天我不把你收拾的服服帖帖，我就不信你！哪个王八蛋敢拦老子？哪个王八蛋敢使？周先生，周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看花样吗？首府聪明院怎么来了？周先生，周先生，周先生，魏总，没事吧？周先生，您方便接受一下采访吗？周先生，您和这对姐弟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替他们出头？可以给我们讲讲吗？周家给下人放假，我这个主家怎么不知道？哼，周先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算是你的下人，那我们自家的事儿，你也无权插手吧？就是，你儿子常年寄宿见不到面，你就拦着我们相认团聚，你就是嫉妒。没错，他就是嫉妒，有钱了不起啊，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儿子可是高考状元。耀宗，你就这么看着他们，欺负你爸妈？你说他是你的儿子？那当然。他不是你们儿子，不信的话，自己看吧。不信的话，自己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耀宗怎么可能会不是我儿子？这娘们儿，竟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！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这肯定是假的，肯定是有人诬陷我。老公，你看，这上面写我和耀宗也没有亲子关系，那耀宗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怎
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我儿子。哦，招娣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！见不得我们一家人团聚，所以你就故意造的假，是不是？你说耀宗不是我儿子，那他是谁的儿子？难道他是这个贱丫头的儿子吗？他是我儿子。他是我儿子。周首富很注重保护儿子的隐私，从来没有让他在人前露过面。没想到竟然是这位高考状元。不对呀，如果他要真是首富之子的话，那这两个人怎么会自称是他的爸妈呢？好啊，李招娣，原来你是抱上了周首富的大腿，难怪连伪造亲子鉴定书这种事都干得出来。亲子鉴定是假的？无缘无故的，周首富怎么这么帮他们？听说周首富的妻子在生完小儿子后就去世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再娶，难不成？周先生，我不知道这个丫头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配合她演戏。如果是因为那咱们以后就都是一家人了啊！你也少不了要叫我一声岳父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可是在……怎么心虚了？我说了，他不是你们儿子，你们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不客气。他不是耀宗还能是谁？周先生，15年前我们夫妻俩在工地上出现了一些意外，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扔下他们姐弟二人。这么多年没能陪在他们姐弟身边，我们也很内疚。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补偿他们了。您不能陪着这个丫头胡闹，忽略了我们夫妻二人的拳拳爱子之心。就凭你们也配说出拳拳爱子之心，真让人恶心。前世他们假死脱身后，我被迫辍学供养弟弟，为了弟弟，我吃尽了苦头。一句意外就能掩盖掉你们的不负责任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精心编制的意外，逼得刚上高中的我不得不辍学养家。一个高中都没上完的女孩子，带着年幼的弟弟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？这弟弟妈也太不是东西了！这种环境下，招娣还能把弟弟养成高考状元，可想而知，这是吃了多少苦头呀！爸妈知道亏待了你，这我们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耀宗他也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我说了，他不是你儿子。这份亲子鉴定是不是伪造的？你们可以亲自去验证。他不是你们的耀宗，他叫周宇安，是周先生的儿子。这怎么可能？组长，组长，你不是说招娣把弟弟照顾得很好吗？成绩一直都是第一，连老师都夸赞能考上清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很乖，这次考试又拿了年级第一，老师们都说他是清北的料。组长没说谎，
我是把弟弟照顾得很好，但我照顾的弟弟是周宇安，不是李耀宗。没错，宇安是我的儿子，不是你们要找的李耀宗。你们俩只是我周家的下人，居然跑到我儿子的升学宴上来认儿子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耀宗，那我的耀宗在哪里？告诉我耀宗在哪儿！把人带下来，是时候看看我为你们准备的惊喜。李小弟，你搞什么名堂？我们问的是耀宗在哪，你带着傻子进来干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你们心已经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血缘亲情这东西果然很神奇，尽管你们相隔10几年没有见面，但也能一眼认出他。他就是你们的宝贝命根子李耀宗。李招娣，你个贱人，故意治我们耀宗是不是？耀宗小时候他那么聪明，1岁就会拼积木，2岁就会背古诗，他怎么可能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是啊，多聪明的孩子，1岁拼积木，2岁背古诗，可是3岁就被你们抛弃，不是吗？就算是被我们抛弃了，他不是还有你这个姐姐吗？我们把他不是给你了吗？你把他就照顾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自己的亲爹妈都不管他，我一个15、16岁的小女孩能有什么办法？不是攀上了周首富这个高枝吗？周首富的公子，你都给交成了高考状元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抚养我的耀宗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把李耀宗送进了孤儿院，让他继续走他亲爱的爸妈安排好的路罢了。孩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睡？你家里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就算是这样，那耀宗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变成傻子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？就算在孤儿院，他也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。李耀宗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全都因为他自己。孩子们，这位是咱们当地最年轻的企业家，今天还要在你们当中领养一个带回家，孩子们要好好表现啊！就他吧。大嫂，你说的那养窝在哪儿啊？没有你，他们领养的就会是我就有爸爸妈妈了。对不起了，小女儿。耀宗，他只不过是想过更好的生活，他只是希望有家人爱他，他有什么错？他想过好日子，就可以去害别人吗？不愧是你们老李家的血脉，果真是一脉相传的自私和狠毒。再说了，他原本可以拥有幸福的家庭，拥有爱他的爸妈，
你们抛弃他了，不是吗？说到底，还是你们害了他。说到底，还是你们害了他。不是我，是你这个奸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都是你的错。你有什么脸面来指责我？李耀宗幼小、无依无靠、贫穷，你们抛弃他的时候，不应该就能想到他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吗？不可能，他不是耀宗。你想报复我，所以找他来骗我、刺激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相信。刚才是谁说的？不管耀宗变成什么样，哪怕是瘫了、瘸了，甚至是傻了也不会的。拿出你们刚刚认雨安的气势来，怎么现在又不想认了？你笑什么？他不可能是我们耀宗，他到底是不是耀宗还不一定呢。说不定他就是你在哪个金石医院门口随便拉来骗我们的。水跳高，一抬跳上个微草，腿一抬，脚一翘，哪个有我跳得高？妈妈，耀宗，哎呀，耀宗乖，耀宗不哭，妈妈抱着都不哭了啊。妈妈，我也像小张们一样跳得高高的。我的儿啊！妈妈不哭了，不哭啊！宝宝，干什么？起来！他就是个傻子，别让人笑话。什么傻子？耀宗是我身上丢下来的人，我能不心疼他吗？你有德，你没有良心，你能看着耀宗当众出征，我不能。儿子，是妈妈不对，妈妈不该抛下你啊！哎呀，别看了，快走吧。等到了城里，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有德，耀宗还那么小，把他留给招娣真的没有问题。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当时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让换来的便宜闺女帮咱们养儿子，让亲闺女养咱们，一举两得。当时不还夸我聪明吗？哎呀，别可是了，又不是我要儿子，等儿子长大了，咱们再把他认回来不就行了？到时儿女双全，咱们就等着享福吧。快走。见识短，都怪你！你陪我儿子，你陪我儿子！方成见识短的女人，被你个傻子要死要活的！你们也别太得意了，哼！就算你们把耀宗毁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女儿可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有她在，我照样吃香喝辣。看见没有？这些都是我女儿为我吃饭。有的，如果你知道自己这身行头背后的代价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李招娣，你生来就是为我们家做垫脚石的。有些人总是很自信，以为自己是天才，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却忘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的女儿，该不会是出生就跟我调包，替我当了10几年首富千金的周娇娇吧？没错，我女儿。
你猜，周雨安升学宴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周娇娇这个周家大小姐，周雨安的姐姐，她为什么没有出席？你都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忘了告诉你，我现在不叫李招娣，我叫周微光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个秘密藏得足够深，除了你们夫妻2人，绝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？上一世他们确实做到，一直到死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，但他们万万想不到，我重生了。少爷，你慢点。少爷，你慢点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当然要拨乱反正，让一切回归正轨。有些人想靠着妻女儿过上人上人的日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说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们的身份让娇娇的父母给调包了。别胡说，这不可能！爸，你千万别跟他胡说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到底谁才是亲生的？一验便知。李娇娇，你霸占我的人生这么多年，是时候该还回来了。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我女儿头上，骗了我整整10年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这么多年没事呀，就连你妈到死也没能见上你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爸爸，一定是搞错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女儿呢？装了可真够像样的，李有德夫妇早就找上了人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个冒牌货？只是不甘心放弃富贵的生活罢了。娇娇，虽然这件事你是无辜的，但这也是你父母做下的恶，我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面对。不要赶我走，爸。从今天起，你搬到学校去住，每个月的零花钱我会照给你。咱们15年的父女情，从今天起就结束了。爸，不要赶我走，爸！他不是你爸，你去找你自己的爸爸。李招娣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的生活，不会放过。娇娇15年前就被赶出了周家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和她妈妈一直在那个别墅里做工，娇娇明明每个月都要回家来住的。你是说郊区的那栋别墅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别墅。那个别墅里面有很多佣人，如果娇娇早就被赶出了周家，那她怎么可能会住得起那么豪华的别墅？看来需要我给你仔细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。难道你们在那儿住了那么久，就没发觉古怪的地方？娇娇，那边住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搬到这儿来呀？就是，我从那边出门去美容院还能方便一点。哎，那边最近在翻修，我怕吵到你们。你们现在呀，还对外自称是周家的下人，别被别人发现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啊，知道。娇娇可真是爸妈的好女儿。行，那爸妈，我就先走了。周先生，周先生，周先生，难道那个郊区的别墅是娇娇自己花钱租的？那里面的下人呢？难道是你们专门派去演戏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以为那就是周家的别墅？没错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然是为了让你们继续吸周娇娇的血呀！你们应该感谢我不是吗？要不是我替你们维护这层遮羞布，你们哪有这10几年的光鲜生活？
小娇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些？别假惺惺了，我当了你们15年的女人，我可太了解你们了。如果周娇娇向你们坦白自己被周家逐出家门这件事，你们还会认她做女人吗？回来了，爸妈，你们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这么晚都不回家，我们怎么睡得着啊？是啊，娇娇，你周家那个妈在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你那个爸又这么忙，这么多年，我真不知道你一个女孩子是怎么过来的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就难受。妈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我和你爸来了，以后啊，我们俩照顾你。哎，我们过来陪你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弟弟耀宗了。娇娇，你可一定要为你弟弟做打算，他以后的前程就靠你了。老头子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那娇娇现在是首富的千金，自然会帮衬自家兄弟。爸妈，假如有一天我最没用的就是那个李招娣了，就会白吃白喝。只有娇娇这样的才配做我们的女儿。哎，娇娇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什么啊，娇娇啊，你在老妈那个美容院卡上找什么来着？想要维持首富千金的身份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别墅租金、佣人工资，2个吸血鬼父母挥霍无度的花销，光靠我爸每个月给的那点生活费，可远远不够。看来，周娇娇这些年的日子应该很不好。娇娇，你怎么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呀？你也让我想啊，我得养我爸妈。我要是没钱了，他们就不要我了。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他们。妈，你可千万别不要我。傻姑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娇娇回家睡觉，好吗？看来确实不好过，难怪最后会落得那么个下场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叫怎么了？因为你们一己私欲害了我们3个人。你们当初盘算着让我给你们培养李耀宗，坐收渔翁之利，然后靠着有出息的儿子和首富千金女儿过上人上人的生活，现在全部落空了。你到底把娇娇怎么了？她到底去哪儿了？李娇娇，她已经……是谁在找我？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。娇娇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……今天是雨安的好日子，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不来呢？还敢来？没听他还自称是周少爷的姐姐吗？看来啊，他还不知道这一大家子的丑事啊都被传遍了，都被赶出家门了，还穿了花枝招展的装阔气，也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来的。你没听人家爸妈说吗？他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这些钱怕是来的不干净啊！哎呀，这老李头一家呀，真是丢尽了咱们村的脸。这场升学宴我就不该来呀！你干什么？说，是不是真像那个死丫头说的？你真出去卖？爸，我可是你亲女儿，怎么能相信李招娣那个贱人说的话？她存心想搅散咱们家，你不知道吗？真的？那些钱，那都是我辛苦赚来的。喝酒只不过是为了应酬。李招娣，同样是女人，你为了报复我们，居然当众造黄谣，可太恶毒了吧！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要是你失忆不记得，我这里有些东西应该能帮你想起来。这事儿都有了，还敢说没有啊？真造孽呀！要不是这对夫妻非要来寻亲，原本好好的首富千金，哪能沦落到这副田地呀？就是，还有脸怪自己女儿，还不是自己自私，把一双儿女都给害了。看来当你们儿女还真是高危职业，谁当谁当。我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早
从今往后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！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这些都是你安排的？这不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要是你没做，我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不能逼迫你拍这些照片吧？你，没错，照片上的人确实是我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谁没有落难的时候？我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有什么好丢脸？不过我不会一直落魄下去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看着挺唬人的哦。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有可能，这不是京城少主刚刚吃橘子拍下的鸽子蛋吗？京城少主的东西怎么会在他手上？难道他和京城少主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我的确不是首富千金，不过架不住我命好啊，相信我很快就能转运了。爸妈，我今天就是来带你们去过好日子。好，好，真不愧是爸的好女儿啊！李招娣，你费尽心思布了15年的局，那又怎么样？到头来，我们还不是一样要去享福？李招娣就是李招娣，改了名字也一样是贱命。爸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走。别以为这就结束了，你们做的孽还远不止于此。既然你们非要作死，那就怪不了我了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害得老子丢了这么大的人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爸，我错了，那些都是李招娣那个贱人害的，我也不晓得吧。你那个割土蛋真是那个什么京城少主给的？是的。借的！你个废物，连乡下来的李招娣斗不过，居然被赶出了周家。现在你又告诉我，这鸽子蛋也是借的，跟那个京城少主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？你想让我们一家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啊？娇娇，要不你继续去卖吧，这都是为了爸妈还有弟弟做的牺牲啊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娇娇，那事不是来钱快吗？再说了，你都做过了，这多一次少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总不能看着爸妈还有弟弟离我街头吧？听我的啊！廖德，你疯了！你要自己估价出去卖，你还是不是个人？对不起啊，娇娇，爸爸是急昏了头，爸爸给你道歉。对不起，你原谅爸爸。爸妈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你弟弟又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这我们一家人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娇娇，你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妈这么多年在美容院认识了不少富太太，她们难免都要帮老公去打点人际关系，应该需要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要不，妈去帮你说说啊？对对，妈，你想让我去给有钱人当情人，这和让我出去卖有什么区别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真以为自己是富家的千金小姐了？以后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我刚才不是都说了，我马上就要转运了。闭嘴吧你！就你这种话，说给外人还差不多，少在这骗我了。我劝你乖乖的听你妈的安排。爸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爸妈，你们看，我的合伙人打电话给我了，临时项目有进展了。真的？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这个还给你，谢谢你，露娜。偷偷拿出这颗鸽子蛋给我撑场面，要不是他，昨天我怕是要被羞辱死了。家长，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，你我都出身世家大族，从小都习惯了里面的勾心斗角。你的处境我都明白的。看着现在的你，我就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昨天的战况如何？我爸还是不承认我这个私生女，昨天还当众跟我撇清了关系。没事儿，我们为自己而活，不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。只要我们自己不认输，就算没有家族的撑腰，我们也能干出一番事业。到时候狠狠打他们每个人的脸。我们真的可以吗？
那当然了，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投资的项目吗？我记得，但是我不准备加注了。只有我们2个无权无势的人，得不到有用的内部消息。赚一次是巧合，让我把所有身家投进去，那实在太冒险了。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最近传出消息，说京城大少有意要入股，要是能说服他拉他入伙，我们一定稳赚不赔。京城少主，那不就是这颗鸽子蛋的主人吗？听说他可是京城第1世家，以我现在的身份接近他，那太难了。你有办法？据可靠消息，他最近会来咱们这儿，周家还会举办派对为他接风洗尘，而且听周首富的意思，有意撮合他跟李招娣。又是这个李招娣，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轮到他头上？这一次，我不仅要说服顾少主投资，他这个人我也要抢过来。诸位，欢迎大家能来参加今天的舞会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周伯伯，家父让我向您问好。市长，这位就是我女儿微光。微光小姐一战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都是些陈年恩怨，顾先生见笑了。顾先生和周小姐郎才女貌，简直就是一对璧人。那是自然，一位是京城少主，一位是首富千金，他们才是门当户对，不像之前那位，哼。就是，那鸽子蛋我看80%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假货，顾少主怎么可能认识他那种人？市长，我和你爸的意思，想必你已经很清楚了。既然如此，今天的舞会就由你和微光开场吧。顾先生，不知有幸邀请您跳一支舞。哇，首富千金竟然主动邀请，只要顾少主应下，那顾周2家的婚姻呀，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见证历史。来，跳一个，跳一个，跳一个。今天可真热闹呀！这不是之前被周家赶出来的假千金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就是，今天的安保这么森严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他还有脸来，还嫌升学院那天不够丢人。顾少主，请问能邀请您跳一支舞吗？今天是顾少主和周小姐的出场，你休想来搅局。就是，今天在现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一个下人的女儿敢和顾少主跳舞？快走吧，别到时候连最后的体面都不剩了。局长，不好意思，下人不懂规矩，把不相干的人放了进来。我现在就安排人把他赶出去。来人！哎，慢着，周大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第1支舞啊，我想跟喜欢的人一起跳。对不起了，周小姐，你的舞伴好像不太愿意和你跳舞呢。什么情况？顾少主竟然当场服了周首富的面子。他刚才说什么？喜欢的人？他竟然喜欢假千金？市长，不要胡闹。周先生，既然顾少主都做了选择，您也不好干预。你既然要跳舞，不如我们去找个地方。姐，这个顾氏真竟敢当众拒绝你，真是太过分了。都快上大学的人了，还这么沉不住气，姐平时白教你了。有时候你看到的，是敌人想让你看到的。姐，你是说？别说话。你刚才让我先进去，就是为了给李招娣留时间邀请，好当众从他手上拿起来。进去。顾先生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要不然你先进去吧。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，不过都被你识破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配合我演戏呢？因为我想看看一个敢以这么大胆的方式接近我的女人，
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少主，有人拦车。不好意思，我被同伴抛下了，这里不好打车，请问你方不方便送我一程？你这个胸针是很多年前的限量款吧？如果你愿意送我的话，我就把这枚胸针送给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。前几天偷偷带着我拍的歌词带回家婚礼，让所有人都认为我跟你有关系。今天又带着我母亲生前佩戴的同款胸针来拦车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。我是首富周家不被承认的私生女，想和顾少主谈笔交易。事成之后，无论之前周家许你什么条件，在我这里只多不少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开车。顾先生，我也知道一个还不错跳舞的地方，不如……顾先生，我知道有一家餐厅，里面的菜全都是汤，不如我们先去吃了，再来跳啊。所有的菜都是汤，那吃完了岂不是一肚子水货？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周小姐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姐，他竟暗讽你是水货，明明他才是假的那个。顾少主竟然一晚上拒绝了周大小姐2次。这位假千金还挺有手段的，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把顾少主给抢走了，这不摆明了不把周家放在眼里吗？我看这场联姻悬了。什么东西？打着我们周家私生女的名义，在外面四处招摇撞骗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信他。这段时间，顾时成带着他出入各个酒席，这些人都是看人下菜碟的，表面看着是信他，实际是为了讨好顾时成。岂有此理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继续败坏我们周家的名声。这么久不见，爸爸的脾气怎么越来越暴躁了？看来最近过得不顺呀。怕是最近过得不顺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儿不欢迎你，给我出去！我回我住了15年的家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可别忘了，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周家大小姐。现在周家的下人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，大小姐回家了，连杯茶都不知道。你算哪门子的大小姐？一对人渣的女儿也敢到我周家来作威作福，真跟你那对不要脸的爸妈一个德行。我爸妈再不堪，好歹儿女双全，由我给他们养老送终，不像你，一生下来就克死了自己的妈妈。你以为你爸这么多年为什么要把你放在李招娣那里？还不是不想看见你这个丧发星。你够了，我们周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前段时间你出尽了风头，今天来我们周家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今天来确实是有笔生意要跟你谈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情谊，所以也不会有生意可谈。你还是另找他人吧。啊，就是你的生意，我们可不敢做。话可别说得太早了，现在的形势你们也看到了，顾少主中意的人是我，你们想要周顾两家联姻的美梦，怕是要落空了。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没错，我确实有一个两赢的方法，那就是周首富认下我这个周家私生女，让我以首富千金的名义代替李招娣和顾少主联姻，这样一来我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你说什么？你之前冒充我姐的身份，在周家享了15年的福，现在身份被揭穿了，还想着代替我姐跟顾家联姻，人不能，至少不该这么无耻。哎呀，我的傻弟弟，真不是姐姐看不上你，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这个周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你要我爸认回你这个私生女，就是在打我妈的脸，将我爸妈这一辈子的恩爱、忠贞都踩在脚底下，让我妈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。我是不会同意的，我爸也不会同意。你死了这条心。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还在乎什么脸面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首富之所以是首富，一定有超于常人的商业头脑和战略目光。这笔账怎么算更划算？相信您心里一定有数吧。你不用说了，这件事儿没事儿。微光说的没错，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在死了之后还被人指指点点的。爸爸，最近咱们集团还顺利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董事长，集团多项业务资金链断裂，要是再想不到办法，恐怕要动摇根本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想不到周首富只是名头听着唬人，实际上早就是名存实亡的空壳草。爸，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告诉你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反而让你们更加担心。微光，你说的爸都知道，但是有句话他说的是对的，活着的人才是最主要的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更对不起你妈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同意你的建议，一会儿我会让秘书发布公告，公开承认你是我周明远的女儿。我也会按照你的要求，让你以周家千金的身份跟顾家联姻，但是你必须说服顾少爷，让他帮助周氏渡过难关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家里以后备好我爱喝的茶，我会经常来看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听我妈说，我比你大几个小时，以后我就是周家大小姐，你们两个以后叫你这个家姐。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下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。爸买下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，刊登了周家跟顾家的联姻消息，还公开承认周娇娇这个女儿。姐，咱家都快被偷了，我这都快急死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？急有什么用？难道就这么干坐着，什么都不做？您说的对，我不该下棋。怎么？下棋能锻炼心性，应该你下。对方这车炮俱全，你都快被僵死了，还有什么好下的呀？这傻弟弟，不到最后一步，谁输谁赢不一定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他们都去婚纱店试婚纱了，还没到最后一步呢。婚纱店，远，你乖乖在家，姐姐出去。你去做什么？去给他们添点堵。爸妈，你们觉得智胜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看着吧，有点小家子气，配不上顾少主的身份，有点。哎呀，就是，娇娇，你现在可是顾少主的未婚妻，顾氏未来的当家主母，这种粗制滥造的地摊货，怎么能配得上你的身份呢？哎，要我说，咱就挑店里最贵的那款，哎，就这件。太漂
娇娇，就订这一件吧，赶紧给顾少主打电话，让他买单。对，爸妈，这条会不会太浮夸了？石城会不会觉得我很虚荣？哎呀，爸妈也不是想占顾家的便宜，最主要顾少莲今天试婚纱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来陪着你，爸妈不希望你被人看轻，以后进了顾家呀再受委屈，这就算是对他的惩罚。对。娇娇要是穿上这身婚纱出现村里上，那族长他们不得嫉妒死啊！等婚礼结束，咱们再找个借口把这婚纱要回来卖掉，又是一大笔钱。李招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才笑什么？我在笑。终于有人接我的班了，成为李友的夫妻吸血的对象了。周娇娇，你可真可怜。李招娣，你个小贱蹄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我们之前对你那样，那是因为你就是贱命一条。娇娇怎么可能跟你一样？她是我们的亲女，我们爱她、疼她、宠她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吸她的血？就是，我们就是不想娇娇被看轻，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。你们做爸妈的，女儿出嫁1分钱嫁妆都不愿意给，还没过门呢，就怂恿她伸手向夫家索要天价婚纱，还说是为了她好，怕她被夫家看不起。周娇娇，你该不会真这么傻，信他们这套说辞吧？李招娣，休想挑拨我和我爸妈的关系。我爸妈很爱我，只是想的不那么周全而已，是吧，爸妈？当然。他们爱你，你为了维持他们的光鲜生活，不惜卖酒陪笑，你费尽心机嫁入顾家，他们也跟着享福。他们呢？他们为你做过什么？他们什么都不付出，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说爱你，这爱未免太廉价了。娇娇，你别听这个贱人的鬼话，爸妈怎么可能不给你准备嫁妆呢？刚才让你给顾少打电话，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真心。爸妈都商量过了，不管他怎么答复，这件婚纱爸妈给你买了。爸妈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真的吗？爸妈，你们对我真好。你好，一共388万。李招娣，你别得意，区388万，换我下半辈子吃香喝辣，值了。就是，等着娇娇嫁给顾少主，这些钱马上会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这钱啊，花的可太值了。李招娣，你又在跟我爸妈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人配了抱紧顾家的大腿，可真是下了血本。380万的婚纱，眼睛都不眨就买了。爸妈，你们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你们放心，我现在啊有了周明远和顾时成2大招牌，投资的项目日入千万，就算不靠少主，很快啊，我们自己就能成为豪门新贵了。不像有些人，永远只是个依附守护父亲的菟丝草。那还真是励志感人啊！那我就祝你们早日暴富。李有德、黄翠花，买婚纱的钱应该是你们的全部积蓄了。我还真是期待看到婚礼那日你们所有美梦破碎时的感觉。自己姑娘结婚，李有德2口子为啥非叫我们来呀？上次升学宴跟他去丢了很大的人，我回家呀被骂死了。是。这个很好。哎，组长您来了。哎，组长，乡亲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亲闺女李娇娇，娇娇，
还见过各位叔叔伯伯。各位叔叔伯伯好。今天能来的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没办法，谁让我家娇娇啊，她的丈夫是京城的少主，那身份地位实在是太高了。如果说今天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见谅啊！多多见谅。乖乖，京城少主竟然是你们家的女婿，老李啊，你们两口子可了不得呀！什么老李？是李哥。李哥，你以后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乡亲们啊！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婚礼啊！哎呀，你看娇娇身上这件婚纱真好看啊，不便宜吧？那可不，这婚纱上面的钻石可都是真钻石，就这一件婚纱400万呢。不过都是小钱，是我和我老公送给娇娇的一点心意罢了。什么？这婚纱是你们买给娇娇的？还得是娇娇呀！要是指望招娣那个死丫头，老李，你到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？是啊是啊。哎，李哥，这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怎么还不见新郎官啊？他有事耽误了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对，马上就到啊，马上就到。来了来了！哎，来了来了！这不是招娣吗？哎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老李今天是哪个女儿结婚呀？你看，娇娇穿着婚纱，新郎又挽着招娣，这什么情况？石城，李招娣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我和石城结婚的大喜日子，这样问你。好你个死丫头！顾少主都当众选了娇娇，你还在这死缠烂打干什么？你真是不要脸！女婿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悔婚，丢的可是周顾两家的脸。即便你是少主，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悔婚？没有结婚，哪来的悔婚艺术？好啊，你个姓顾的，你是不打算认账了是吧？我认什么账？我不过随口说的要娶她而已。这种话，我对800个女人说，也就她李娇娇胆战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再说了，从发喜帖、选婚纱、办酒席，这些都是你自己，我从来没有给过半句主意，就连今天到场的嘉宾也没有一位是我顾家的人，不是吗？顾时成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顾家与周家联姻，看重的从来都不是钱。你承诺我的3瓜2枣，你自己留着当发叫花子。你，李招娣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哄骗了顾时成悔婚，但是我提醒你，今日联姻不成，没了顾氏的资金支持，我们周氏迟早完蛋。我倒不知道我们周氏什么时候落魄到要卖女儿换钱。你们何其会来演戏骗我！周氏根本就没有财务危机。顾时成，你。所以，顾时成愿意和我联手，也是假的。没错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猜到我会提前去找顾时成，联合他来骗我？因为从一开始，顾时成就是我的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俩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之前不认识？你和我身份换回来之后，我就去国外留学。我和顾时成就是那时候认识的。你的养父母也太过分了，微光，你放心，将来我一定帮你报仇。谢谢你。我也帮你。你们2个早就认识，这后面发生的一切，是你们早都安排好的。没错。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走。既然你们非要作死，那就怪不了我。喂，周娇娇没死，我们继续下一个节目。少主，
那个女人真的回来吗？我已经提前命人将行程透露给她，她现在走投无路，只能孤注一掷。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少主，有人拦车。这位就是我女儿微光。微光小姐一战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都是些陈年恩怨，顾先生见笑了。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待会儿可要好好演。瞧好吧。周大小姐，我就不奉陪了。真正的猎人，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李娇娇，你以为你是掌控全局的猎人，但殊不知，你早已落入我们为你精心编制的陷阱。我就说嘛，豪门世家堂堂顾家少族，怎么可能是个恋爱脑？放着正统，首富千金不娶，偏要娶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丫头。野丫头，她不是对外宣称是周首富的私生女吗？什么私生女？升学宴那天你没来，她就是个冒牌货，冒名顶替首富千金，享了15年的福呢。我还以为这老李头有多精明，没想到像个傻子一样被人耍得团团转，连续2次被耍。刚才我都没敢说，我最看不惯这小人得志的模样，假死偷换孩子的事都干得出来，现在又靠卖女儿换取豪门生活，真是坏透了。对，他们刚才还说这件婚纱花了400万，这不赔得连裤衩子都不剩了吗？啊！你个蠢货，被骗还不知道！好了，别打了，都这样了，快想想该怎么办吧。你招娣，你以为区区一个顾明城就可以打败我了？你别忘了，我靠近他可不只是为了一个顾少奶奶的虚名。我知道，你跟我宣扬过你的雄心壮志，不想和我一样成为一个菟丝草。这段时间，你用首富千金，还有顾家未来女主人的身份，投了不少项目。你想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自己做豪门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就算不结这个婚，我现在也有权有钱。露娜，你来正好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们现在账户上有多少钱？你现在的账户上负债8个亿，听到没有？8个亿，整整8个亿！你们这些人8辈子都赚不了8个亿，还敢在这儿说风凉话？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他们8辈子能不能赚到8个亿，我不知道，但应该不会亏8个亿。胡说什么？什么亏？说什么？负债8个亿？没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快说！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！之前那个项目，就算是顾市长骗我，可是明明是你跟我说让政府赔的。你的养父母也太过分了，微光，你放心，将来我一定帮你报仇。谢谢你，我也帮你。你来请我的？是啊。你们知道你们眼前是谁吗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周首富的千金呀！啊，骗人的吧？堂堂首富千金，怎么可能来会所陪酒？他是真的周首富的千金，只不过是冒牌的，现在已经被扫地出门了。你知道他以前有多傲吗？他都不正眼看人。有一次我去拜访周首富，他一句
我的爸爸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着的。他让我活活在云里等了3个小时。喝呀，今天给我喝呀！啊，喝，兄弟，别紧张，给我喝。你不是傲吗？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你看不起的阿猫阿狗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喝酒，喝呀！啊，喝呀！给我喝！我不喝呀！喝呀！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只有弱者才会觉得一块手帕就是同情，只有你真正的强大，才能蔑视那些或同情或看好戏的目光。还钱！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什么时候还钱？没钱你见什么钱？今天赶紧还钱！还我！少装，钱还回来！今天不还钱，让你好看！还我的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说话呀！还我！还钱！我叫你还钱！快跑啊！喂，魏光，李娇娇为了养孩父母，欠了大笔的高利贷，现在已经被逼跳楼了。好。我的赏文女主，今天不是你逆袭大杀四方的日子吗？怎么有空来找我？周娇娇没死，我们继续下一步计划。好。佳佳，我们上次一起投的那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有新消息了，我们老地方见。真的？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好嘞，等你。他已经听了，这回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么好闺女，什么同病相怜，全都是骗我的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什么好闺女，什么同病相怜，全都是骗我的。饺子好了有人递醋，瞌睡了有人送枕头，破产了有人把稳赚不赔的项目递到你手上，你真以为这世上有这么好的事？其实这个事情稍微打听打听就能发现被包裹在蜜糖里面的砒霜，可是你没有，不愧是李有德的女儿，如出一辙的以为所有人都是傻子，以为全世界就你是个聪明人。李招娣，你个贱人，我当初就应该一把掐死你！随便你们怎么诅咒我，前半生遇到你们
是我运气不好，只可惜我命不该绝。从此以后，我依旧是首富千金。而你们呢？你们口袋里的钱加起来恐怕都凑不齐今年的酒席钱。住在婚纱店，是你故意刺激我爸妈，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下这件婚纱的。没错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纠集他们，只是搞垮你，以他们身上的积蓄，也足够你安稳地度过下半辈子。那天我也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们这么经不起击，为了抱紧你这个大头，竟然真的那么痛快就把钱花了。这真的好恶毒啊！不对，我还有钱。组长，之前你说我们老屋拆迁，那个拆迁款，是不是都被李娇弟拿走了？啊，对，那年你假死，他就趁机更换了户主，那后来的拆迁款都落在他的手里了。李招娣，你不该觉得应该是我才对。那老宅可是我们老李家的祖产，快点，把拆迁款全部给我吐出来！快点拿钱！对，快点还钱！你说那笔拆迁款，我已经给李娇娇了呀。我？什么时候给我的？爸妈，别听他胡说，他怎么可能会给我钱？李招娣，你别在这浑水摸鱼，你恨娇娇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给他钱？不要拖延时间，赶紧给钱！我确实不会主动给你钱，但如果是为了害你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娇娇，上次跟你说的项目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不打算投了。怎么？你信不过我？哎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只是，哎，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，手上根本没有富裕的闲钱，实在不敢冒这个险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要不这次就不先继续投资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放弃这个稳赚不赔的机会。露娜，要不你借我点钱吧？好吧，谁让你是我好朋友呢？钱给你，赚了算你的，赔了算我的。谢谢你，露娜。你是说，当初你借我的那笔试水的钱，是李招娣的拆迁款？没错，如果不是那笔钱抛砖引玉，你又怎么会掉进我为你量身打造的陷阱？如果不是那笔钱抛砖引玉，你又怎么会掉进我为你量身打造的陷阱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全完了。败家子儿丧门星，对。自从遇到你之后，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。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你送去首富家享福，我就应该一把掐死你。当初要掐死我，现在要掐死李娇娇，我们的悲剧难道不都是你造成的吗？你当初把李娇娇换到我们周家，究竟是为了让她享福，还是方便你们日后享福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都已经把首富千金的身份还给你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对我赶尽杀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做过的孽不止于此。身份能还给我，那我妈的命呢？你们拿什么还给我？什么？首富夫人不是死于意外吗？怎么会和他们扯上关系？看周小姐言之凿凿的样子，这里面恐怕有什么隐情吧。微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母亲是盛夏雨安不久之后意外离世的，这跟李娇娇有什么关系？我妈的死根本不是意外。周太太，您的病情比较稳定，只要每天按时服药，不会影响正常生活。
我让您帮娇娇和雨安做的检查，结果出来了没？我这是家族性遗传病，传女不传男。我和我母亲第一次发病，都是娇娇现在的年纪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雨安一切正常，但娇娇小姐。娇娇小姐，娇娇，怎么？结果不好吗？比我还严重？不，恰恰相反，娇娇小姐身体十分健康。从基因角度来看，她没有遗传你家族的病。没有遗传？这怎么可能？虽然不排除有1/1000基因变异的可能，以我专业角度来看，还是建议您带娇娇小姐做一个亲子鉴定。周太太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妈妈，我最喜欢的明星要开演唱会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零花钱？娇娇，你这个月已经要了3次钱，你每个月有20万的零花钱，难道你都花完了吗？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明星，一不小心就多花了一点。妈妈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泰坦，冯医生刚才送过来一份文件，叮嘱一定要交到你本人手上。娇娇在哪？我刚看见他往后花园去了，最近他老是往那儿跑。太太，你今天药还没吃呢。哎，太太，太太，你药还没吃呢。你们这几天先别来了，我妈看得比较紧。什么你妈？你亲爹妈在这儿了。就是，要不是当年我把你还到首富家里，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了。可别想着撇下你爸妈。可别想着撇下你爸妈。怎么会呢？那个女人天天冷冰冰的，明明家里那么有钱，问她要点钱比什么都难，我真是受够了。钱呢？要都没有。这个月最后一次了。娇娇，你可真是爸妈的好女儿。娇娇，妈，他们是谁？找你做什么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问你，他们是谁？你叫他们爸妈，你是他们的女儿。我女儿在哪里？我的女儿在哪里？说！你现在不说，那就等你爸回来了，你自己跟他说。他知道了咱们的事情，不能让他走，否则我这10几年的计划就泡汤了。他有遗传病，不吃药的话就会晕倒。哼，省得我动手了，也不会留下什么破绽。这是老天都在帮助我。快去看看，看看就快。娇娇，你活着，我和我爸妈都得死，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妈妈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做好这个周家大小姐。太太在哪儿呢？快走！我这今天药还没吃，急死人了。哎。
小姐，你看见太太没？我妈好像往那边去了。哎呀，急死！你们为了维护你们的好日子，不惜杀害养育你10几年的母亲，你说我该不该对你们赶尽杀绝？居然是你害死了他，他可是养了你15年，一口奶一口饭把你喂大的妈妈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畜生的事儿？怎么就是我害死他了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就不信你们能拿出10几年前的监控视频。带上来。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薅儿女回老家了吗？看来你还认识他。没错，他就是10几年前我妈去世前在我们周家的佣人。别以为随便找个老太婆来就想定我的罪。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母亲当年离世的日子吗？没错，张马，给大家好好说说吧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太去世前，看了这份文件，说要去花园找小姐。后来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小姐，小姐却装成没遇到太太的样子。我们后来就在花园里找到了太太。当时我也不敢多想，以为巧合，直到突然想起这份报告。你看了文件才知道，我母亲知道了周娇娇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想去找她对质。结果周娇娇不仅说没有见过母亲，还误导了你寻找母亲的方向，害我母亲失去了最后的求生机会。没错，是我害死了她。我不杀了她，难道等她接你回去，我会去过苦日子吗？你们一家简直丧心病狂！李有德，你涉嫌拐卖儿童，故意伤害；周娇娇，你涉嫌故意伤害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别抓我！爸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对这10几年父女情分，求求我吧！都是他，都是他逼我做的。这我是替养了你15年的母亲。你个臭婊子，竟敢把屎盆子往我一个人头上扣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省省吧！你们一个个的都逃不掉，带走！你给李招娣，我夹死你！我夹死你！招娣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们好歹养了你15年呢，我们也是小时候照顾过你的爸爸妈妈。要不是你，我前半辈子怎么会在挨打和担惊受怕中度过？我会有爱我的爸妈，也会有自己的名字，而不是招娣。开门啊！我会偿还给你，你把钱退给我，我还有儿子要养呢。开门！什么情况？店大欺客？哼，你知道什么啊？那是周家那个假千金的亲妈，之前啊为了攀附顾家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花了400万买了这件婚纱，结果到婚礼当天才知道，哼，这一切啊不过都是真千金的报复罢了。哎，害人害己，这都是报应啊！把钱退给我，求求你了，我婚纱给你带回来了。小二啊，嘿呀！妈就是这个儿子了。妈妈，我也像小三美一样跳得高
高的。翠花被车撞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是他们多行不义的报应。微光，别想了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雨安，收拾收拾，姐送你去大学报道。